我今天分享这几个词：年、月、日、时。在日常生活中，用中文怎么谈论时间？第一个，年。我们平时互相称呼不同年龄段的人，是说80后、90后、00后、10后。10年为一个阶段，比如你是80后吗？看不出来啊，我以为你刚毕业呢。你是80后吗？90后的人今年都34了，明年就算中年人了。90后的人，我对年龄没什么焦虑，我是80后的呀。我是80后的呀。00后好像不热衷买名牌了，不愿意被消费主义绑架。00后好像不热衷买名牌了。我如果认识一个新朋友，一开始不会互相问年龄。如果经常一起玩，开始熟悉了，想要了解对方，就会问。比如，我会主动先说自己的年龄，然后再问对方。我是85年的，你呢？我是85年的，你呢？对出生的那一年，只说后面2个数字。比如，他是92年的，好像还没结婚。他是92年的，好像还没结婚。我们会根据那一年来推算对方多少岁，因为直接问别人多少岁，可能会得到我年年18岁这样的答案。朋友之间认认真真的问对方年龄，就是问哪一年，你是哪一年的？这样就知道对方多少岁了。我举个例子，朋友之间聊天可能是这样的：你男朋友是90几年的，你大还是他大？你男朋友他是90几年的，是你大还是他大呀？他不是90后呀，他89年的。他不是90后呀，他89年的。问别人也可以用数字加几。如果朋友说我是90后，你也可以回答他说我也是，我是92年的。你呢？你是9几年的呀？9几年。好，这些就是关于年的日常说法。接下来是月，我们一般问月份，有可能是谈论旅行或出差的计划。比如给目的地的朋友说，我8月有计划去杭州，你有时间见一面吗？我8月有计划去杭州，你有时间见一面吗？还有一种可能是朋友之间问星座，你是几月的？什么星座呀？什么星座？星座我个人是不太信，但它可以作为聊天的话题，有些人很相信这个。你呢？你是什么星座？谈论具体某一天，在中国一般是说公历的日期，比如2024年12月1日。但我们快到过年的时候，全国人民都会集体默默地切换为农历，比如我们会说腊月28、除夕、正月初3。大年15过完，我们再自动切换，谈论日期的时候再说回公历。还有一些特定的节气，比如8月15中秋节，这个也是农历。最后是时间，1点、2点，但是12点过12分、1点20，这些都是2，不是2，只有2点是读2。英文里说时间有1/4的词，中文里是一刻，一刻。比如1点差1刻，3点过1刻，差1刻，过1刻。但是我个人是很少用一刻这个词，我一般是说1点差15，1点差15，3点
过15， 3点过15。后面的分字可以说也可以省略。还有一个词左右，我可能2点左右到吧，有点堵车。我可能2点左右到吧，有点堵车。时间的数字还经常和之前、之后搭配。你3点之前就得到，不然没位置了。你3点之前就得到，不然没位置了。我8点之后才能到家，你帮我把快递放在楼下超市吧。我8点之后才能到家。我们写的时候是写24小时制的时间，比如16点，但是说的时候是说下午4点、凌晨2点、凌晨2点、半夜2点、半夜2点。这2个词生活里都会用，这个词更口语一些。比如我又加班到半夜2点，我又加班到半夜2点，半夜3点多我被饿醒了，半夜3点多我被饿醒了。好，我来说一段话，你来注意听听我提到的时间。我今天中午炒了个蛋炒饭吃，米饭是昨天的剩饭，放冰箱冻过的。我今天中午炒了个蛋炒饭吃，米饭是昨天的剩饭，放冰箱冻过的。我炒饭很快的，10分钟都要不了就做好了。我炒饭很快的，10分钟都要不了就做好了。我下午2点打算去健身房，走过去大概20分钟左右。我下午2点打算去健身房，走过去大概20分钟左右到。健身的总时间我一般控制在1小时以内，洗完澡4点之前就能到家。健身的总时间我一般控制在1小时以内，洗完澡4点之前就能到家。5点之后吃晚饭，我觉得我吃的挺多的，但我半夜总是被饿醒。5点之后吃晚饭，我觉得我吃的挺多的，但我半夜总是被饿醒。我早上7点多考生物钟自然醒。我早上7点多考生物钟自然醒。朋友之间分享这种日常的流水账，你也快来试试吧。我们下一期说一个动词吧，这个字打，这样就是打。这个字它还有很多有意思的用法，生活里很常用，比如打官腔、打比喻、打尖起。好，拜拜。